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艳遇永安王颖路火了，为什么有危机感的会是谭松韵？还记得那个在一人之下中让人眼前一亮的宝儿姐吗？饰演者王颖路像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清风，闯入了内娱的闷热空气里。她不是爆款选秀出身，也不是流量大厂的人气储备，却在短短1年间连续拿下了县娱、艳遇永安等大制作，合作对象更是陈飞宇、李云瑞等当红小生。这样的上升速度在女演员圈中堪称破竹之势，但热度的背后，娱乐圈的暗流也随之涌动。随着《艳遇永安》的播出，网上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：王颖路像极了年轻时的谭松韵。有人夸她灵动，也有人说她像在模仿。无论褒贬，这个比较本身已经说明问题。一个新名字正在悄然接近一位资深演员的领地。问题是，当王颖路在娱乐版面上频繁出现时，为什么最先感到危机的却是谭松韵？王颖路的走红并非偶然。在一人之下中，她的表演虽然带着生涩，却有股独特的生命力。那种敢笑、敢哭、敢张扬的劲儿，让观众一眼记住。她不像传统女星那样精致到无瑕，反而透着几分棱角。有人说她长得怪，但正是这份怪，让她在千篇一律的女演员中脱颖而出。而在《艳遇永安》中，她的角色设定更贴合她本人的气质机灵，有野心，情感真挚但不做作。戏一播出，她的镜头感、节奏感都被不少导演注意到。行业内流传一句话：有潜力的新人总能在2个镜头之内被看见。王颖路显然就是这种类型，背靠强势制作团队，又有新鲜面孔的吸引力，艳遇永安让她从有点眼熟跃升为值得关注。但当一个新人突然被捧上台，必然意味着某个旧的名字可能要被迫让出一部分光。当网友开始称她为小谭松韵，讨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角色，而是代际交替。在娱乐圈，这个称呼往往意味着资本的意图，既要延续一种熟悉的观感，又要换上更新的壳。谭松韵的成功是以少女感打下的江山，从最好的我们的耿耿，到锦衣之下的袁今夏，再到请叫我总监的柠檬，她的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天真、坚韧，带着生活气息。她不是那种艳压全场的美人，却有一种让人想靠近的亲切感。这种气质在内娱并不多见，也成为谭松韵的独门标志。然而，演员最怕的正是标签。如今的谭松韵已经30出头，想要从甜妹转向更深层次的戏路，比如现实题材或正剧，但观众的记忆太顽固，资本的计算更冷静。她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时，一个更年轻、气质相似、价位更低的版本恰好出现了。王颖路的走红对谭松韵来说，就像是镜子照见了过去的自己，也映出了未来的危机。有人说，王颖路的崛起是天时地利人和。她出道时正逢影视行业的更新换代期，95后、00后演员逐渐成主力，观众口味年轻化，制作方急需新鲜血液来维系热度。而王颖路兼具青春与可塑性，自然成为投资方的理想人选。从商业角度看，这笔账再合理不过。他的片酬低于一线演员，他的档期灵活，他自带潜在粉丝群，他的气质能填补甜美灵动的市场空位。相比之下，谭松韵的成本更高，形象更固化，且处在转型的中间地带上，不能完全进入大青衣的稳重区，下又难继续扮演校园甜宠的少女。资本最怕的就是不确定，于是就会去压住那个更可控的人选。所以，当观众惊叹王颖路的资源好时，行业内部其实都懂，
这是一次精心的布局。回看谭松韵的演艺历程，她的成功几乎是逆龄的胜利。她30岁还能演出18岁的清纯感，这在残酷的内娱市场堪称奇迹。最好的我们让她一夜之间成为青春剧教科书，她的笑容是一整个时代的滤镜。但当观众用可爱单纯去定义她时，实际上也在悄悄限制她的可能性。转型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路。去年她在《归路蜀锦人家》中尝试更深层的角色，却被部分观众评价为不太适合，气质太软。这并不是演技问题，而是观众惯性的锁定。当甜妹的路被后来者复制，而新领域的门还未完全打开，这种夹缝式生存最让演员焦虑。谭松韵不是没实力，她的问题是她的成功模式太经典，以至于后来人可以直接照搬。而王颖璐正是那个复制体，她年轻、灵动，甚至连表情管理的制作感都恰好像极了当年的谭松韵。这种巧合对谭松韵而言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有人说观众健忘，也有人说观众怀旧。其实这两种心理同时存在。我们喜欢熟悉的情感模板，但也渴望新鲜的刺激。所以当王颖璐出现时，她既满足了观众的熟悉感，像谭松韵，又满足了新鲜感，年轻不同的演绎风格。这种双重满足恰恰是她能迅速走红的关键。但观众的热度向来来也去得快，新人的风险在于一旦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，热度也会迅速坍塌。她今天是宝姐，明天可能就被另一位新人取代。而对于谭松韵来说，她的观众基础更稳，作品口碑也更扎实，只是如何在固有形象中找到新的突破，才是当下的命题。娱乐圈的更新从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，但对谭松韵来说，最危险的不是被超越，而是被模糊。当观众开始说这姑娘像谭松韵时，她的形象就被分流了。她的风格、特质、气质被复制成一种可被替代的模板。这种标签化同质竞争比资源减少更可怕。一个演员的独特性一旦被别人共享，就会慢慢失去稀缺价值。这意味着谭松韵必须更快地去可爱化，找到属于成年女性的角色空间，哪怕是冒险，也比原地踏步更安全。也许她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撕掉滤镜的角色，比如一部现实题材的女性剧，一个心理层面更复杂的反差人物，让观众重新认识她的深度。这种角色不多，但一旦出现，就可能成为转折。艳遇永安的热播让王颖璐收获掌声，也让她置身风口。但风口从来是最不稳定的地方。她要做的是在热度之外沉淀演技，在舆论之外守住自我。否则，昙花一现的例子在娱乐圈太多了。而对于谭松韵来说，这场无声的较量反而可能成为一次倒逼成长的契机。她的经验，她的细腻，她与观众之间那份信任感，仍是许多新人无法替代的。只是她需要重新定义自己，不再是甜妹，而是有温度、有力量的女性演员。毕竟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里，没有人能永远永安。每一位演员都要不断更新自己，才能继续被看见。结语：年轻与经验，究竟哪一个更重要？娱乐圈的舞台从来容不下停滞。年轻意味着潜力，经验意味着厚度。真正的赢家，从不是单纯更年轻的那一个，而是能把时间的重量演成魅力的人。王颖璐的崛起是新一代的必然，谭松韵的焦虑是时代更替的常态。两人其实并非对立，而是行业生态的两端，一个代表开端的可能，一个代表坚守的深度。正如网友评论所言，甜妹不是一种年龄，而是一种态度。王颖璐在追赶，谭松韵也在进化。双引号，演员的职业生命
也许不在于年龄的长短，而在于是否还有让观众相信的力量。在这场无声的竞赛里，没有真正的赢家，只有不断前行的人。